他咋那么有钱呢？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为啥吗？一个小小的女子就这么有钱，为啥呀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槟城，下午咱们就简单走一走，因为今天我没什么太多安排，咱们就简单在这个槟城这个老城走一走，看看什么张弼士故居啊，还有什么博物馆呐。我住这个青旅啊，就在这个乔治镇，所以说我到各个景点呢，直接步行过去就可以，非常方便。我现在先往那个张弼士故居去，咱们看一看张弼士大财主。大财主啊，挺狠，18岁就自己闯南洋，搂了不少钱，然后也挺爱国的，在国内投资各种实业。咱们兄弟们知道那个张裕葡萄酒吗？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就是这个张弼士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张弼士故居啊，看这个位置非常不错，据说这个位置是整个槟城风水最好的一块地。大家看看他这里可能要门票，看看没有，成人是25马币。这个合人民币大概30多块钱，30多块钱40块钱啊。但是我这个条件是不是？我看看啥情况。看这俩老外来也不让进，我正犹豫要不要进呢。犹豫的原因就因为这25马币，所以说，哎呀，这个正好，兄弟们，不是我不进啊，是这个地方关了已经。我给大家在外面照一照，这里就是张弼士的故居。我想想，张弼士是1916年去世，那这个房子估计是18几年建的，上个世纪末建的应该是。所以说房子修建大概用了7年的时间，所以说哎呀非常豪华，非常考究。这个楼啊，整个是蓝色的。其实后来张弼士去世之后啊，他这个家人并没有太注重对这个房子的就是这个维护啊，基本就已经闲置了。后来是我据说是19几年，然后整个这个马来西亚的热爱考古的人士啊，大家凑钱把这块地买了下来，这个房子买了下来，然后在1995年吧，好像是装修过一次，重新整修，包括后面这个墙啊，这个颜色也都是用这种果浆的颜料取出来颜料之后啊，然后涂抹的，非常漂亮啊。因为我在这待好几天嘛，我过两天有时间的话，我带大家来看一看。等早点来，咱们今天来的有点晚，可能是。其实现在才2点多钟，它就关了。张弼士故居关了之后啊，我现在往这个侨生博物馆走，距这个张弼士故居大概有15分钟的路程，我需要腿着过去。然后据我了解呀，在槟城有70%的华人，那我观察一下，剩30%可能有25%的印度裔，还有5%的马来裔。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，这边满大街的招牌啊全是中文，基本上能占了90%。那现在我们继续走吧，继续往那个什么侨生博物馆去看一看。这里还有个教堂，大家看看，这里还有个教堂。经过了10分钟的步行啊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娘惹博物馆，就是这好像就是什么华生博物馆。这个娘惹啊，我具体刚才看了门口那个介绍，也是当地的一个华人，也估计特别有钱。然后我们现在走进正门，是不是戴安娜吗？不是戴安娜，这不戴，是那个 Charles 的最新的老婆啊，新老婆是吗？对啊，不是那个旧的是吧？新的老婆。哦，那为什么得有他照片呢？他们来过这边，2017年的时候他们来过。哦，谢谢啊。那么咱们进来看一下啊，啊，这里好漂亮。这个财主就是不一样，兄弟们，看看这个装修，就是什么叫奢华？在我眼里，奢华就是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位置，甚至空气都必须用钱去装饰一下，这样才叫奢华。因为钱太多，他往哪儿花呀？他没地方花呀，是不是兄弟们？看看这个凳子，哇，这凳子上这个木头上都是镶嵌的这种。One ticket how much? 25 ringgit. 啊，25。这就是娘惹，这个应该就是娘惹。他咋那么有钱呢？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为啥吗？一个小小的女子就这么有钱，为啥呀？那么这个天气很热呀，我们到娘惹家了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啊。然后这里的票价是25马币，25马币合人民币也大概30-40块钱吧。有些以前的那个家具都是小叶紫檀、沉香木，还有那黄瓜梨的。刚刚啊，我也是听这个中文导游，然后进行了一顿解说，我稍稍了解了一下这里。其实所谓的娘惹就是当年有钱人的女儿，然后这个房子也是专门给这些有钱的，就是叫郑家嘛，他可能有好几个6、7个女儿，然后这些女儿们在这里居住。现在我带大家依次从这个房间走一走，咱们从楼下到楼上感觉一下，兄弟们啊。这里就是这个房子的真正的正门，那这个也算这个等待区，然后旁边的房间包括有这个客人来探访啊，就会在这个旁边等待。
我们现在走进里面看一看。然后这里就是中厅，有一个天井，兄弟们，这里有个天井。因为当年在东南亚，但没有空调，没有电，然后都是自然风，所以说它这个窗户和门呢设计都非常大，非常空。刚才听导游说，这个柱子有100多年的历史啊，这个柱子是从哪里运过来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然后兄弟们，大家看一看它这个天井，它这个天井下方啊，这个很多水槽，它这个水吧被誉为财富，所以当年在天井上这边开始下雨的时候，这个地下这个排水系统啊做得非常到位。毕竟这么贵修建的一座房子是吧？肯定是相对比较那啥的。看一下走过这个天井啊，就是这个房间的应该是会餐区，吃饭的区域。中间这个是中西式合并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装修非常非常豪华。这个碗呢盘儿也都是很多上百年的历史，装修特别精致，特别豪华。然后在这个中厅的右边是一个专门吸大烟的地方，大家看看这个吞云吐雾的地方，这里很多的这种烟壶啊。包括这个烟管啊，包括这些乱七八糟吧，反正很奢侈。这些东西啊，在当年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，都是属于大烟里面的奢侈品。这个玻璃上面的图案是金陵十几钗。然后兄弟们看看，这个床啊，就是这种吸烟的床。曾经的人都是躺在上面拿着一个大烟管，现在的人都是躺在上面拿着手机刷抖音，是不，兄弟们？这个西餐区是专门接待外国人的，这些餐盘呢、酒杯啊，都是产自于当年的欧洲，都是当年运过来。然后这个区域也是大家看看，装修非常非常豪华，所有的装修风格呀、所有的摆设都是从欧洲全部运过来的。当时估计也不是空运，当年也没有飞机，都是船运过来。已经走上了2楼啊，咱们在2楼看一看。上到这个区域，刚才听这个导游说，这个区域应该是这个保姆啊，这个佣人呢。这个休息或者是等待的区域，等待这个主人的呼唤。兄弟们，看看这个地方啊，有多么的奢华，有多么的奢华的让你难以想象。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郑老板呢，还不是说在历史上有钱到很聪明的人，至少我也是刚刚认识。所以大家想象一下，真正的老板，真正的这些有钱人，这些大财阀，他们的生活得有多么的奢侈，甚至是我们普通百姓，我们底层人民真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们从下面上到2楼之后啊，这里这个客厅啊，这个大厅专门给娘惹休息的地方。那么娘惹在这里吃饭，在这里写作业，然后所有的佣人都在外面等待着，包括保镖。那么它这个博物馆非常好在哪儿呢？就是所有的这些家具啊，所有的这些摆设啊，你都可以接手，你可以用手去触碰一下子，是不是可以感受一下当年这种，是吧？像这种都是真的，兄弟们，这都是真的啊！就像我们去到埃及的博物馆一样。埃及博物馆几千年的文物，你可以随便摸、随便碰、随便抱的。这里就是娘惹的休息房间，娘惹休息睡觉的房间。这个小床啊，现场看非常小。那么这些都是娘惹使用的器具，就是这些女儿们使用的器具，各种餐盘啊，各种这个勺子、筷子啊，兄弟们，这是类似一个收音机的样子。然后这些所有的娃娃都是产自于中国，产自于当年的中国，100年前的中国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房间里啊是没有洗手间，没有卫生间，在整个这个房子都是没有卫生间，那个卫生间是在外面，所以说娘惹晚上上厕所啊是要步行2-3分钟才能到这个厕所。那你说抱着这个煤油灯，也比较这个不方便，所以在娘惹的房间呢就放置了这种马桶。咱们看一下啊，非常可爱。为什么是一半一半的呢？没明白。这马桶为什么设计是一半一半的呢？然后这个是娘惹的小床，兄弟们在现场啊感受一下，这个小床非常小。这是这是娘惹的这个尿盆，包括这里也是各种娃娃。看看这个是娘惹的梳妆台。美女们来到这里啊，可以租一些这种娘惹的衣服，然后在这里进行拍照。我跟大家说，这里面拍照非常出片哦。这个是2楼最里面位置，然后大家看看上面这幅正中间这幅画像。这个就是这座房子的老板，当年这位郑老板呢，为清朝捐了不少钱，所以说当年两广总督李鸿章给光绪汇报说这个郑老板这个事迹，后来李鸿章就是封为这个郑老板2品，怎么官呢？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兄弟们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但是据当地人说，并不是买光，并不买，绝对是出于真心。然后这旁边是郑老板的2个媳妇儿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这两个椅子，这2个椅子是一个 S 型，大家看到吗？这个椅子啊，兄弟们就是很有来历。我跟兄弟们说，这个椅子就是用于什么呢？用于娘惹相亲时候的椅子。
两个人是这个平着坐嘛，也不好意思看对方，坐对面吧也不好意思，怎么办呢？就想起这么一个周全的方法，就是做一个 S 型，然后女方比如说坐在这里，男方坐到对面。但据这个刚才我听那导游说的意思，这个女方每次坐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，还不好意思往后看，这有点是吧？有点磨叽是吧？后来聊好了，哎，坐过来让你看一眼，大概就这个情况。所以这个椅子非常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兄弟们啊。看一下郑老板下面这个陈设啊，你说奢华吧，跟咱们紫禁城里头比，真是没法相比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里面这应该是钻石，这应该是钻石雕刻的摆件。然后兄弟们，咱们看看这个房间啊，对，这个也是娘惹居住的房间。这个房间呢，摆设比较充实啊。这个现在是目前这所房子的主人，上面这幅画年轻时候造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女婿和女儿，这些都是门帘、窗帘。这个是娘惹平时这个手工啊，手工制品。娘惹平时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哈，就学像我们国内也一样，学针灸，学刺绣，学国画。女孩子嘛，是吧？一定要学这种东西。这个床是我目前在这所房子里看到最漂亮、最有感觉的一张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床前面有2只鸡，一只公鸡，一只母鸡。大概意思就是预测男孩女孩。当早上起来，然后那个撩开这个窗帘之后，这个公鸡钻出来，这个就是生男孩；母鸡钻出来就是生女孩。至于说猜错了的话，你也不能杀了做咖喱鸡啊、哦！这个你得养它一辈子，还不能放生。看看这位哥们穿这件衣服，120马币1小时，还行，挺好。这里你可以租衣服，然后可以找这种摄影师帮你拍照，费用不便宜。大概一套衣服1个小时是100多马币，然后一个摄影师半小时是100多马币。看这个床不错，这床很有感觉。这种床我特别喜欢，这种罗汉椅。我装修的时候，我当时就特别想买一张这样的床，后来也觉着跟家里整个调不太符合，我就没买。咱们来这个床上坐一下，感受，就是这种罗汉椅啊，我挺喜欢这种。但是吧，你说舒服，它还不特别舒服，都太硬了，没有那种沙发给你包裹进去那种感觉，没有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现在是休息一会儿啊，我继续赶路，继续往前走。咱们这个娘惹博物馆呢就玩到这里，我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继续赶路。